世界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你是否也曾在寂静中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孤单？时常在午夜时分，当城市的箫声渐渐沉寂，那种感觉就像是站在人群中央，却发现自己被一层无形的玻璃墙包围着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，却触碰不到任何温度。我们害怕孤单，就像害怕黑夜一样，于是拼命地填满每一个空隙，打开电视，滑动手机，约会、聚会，工作到深夜，任何声音都好，只要不让自己独自面对那份沉默。但你知道吗？孤单不是缺少了什么，而是多了什么。多了一个与自己相遇的机会。孤单和独处就像双胞胎姐妹，长得很像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灵魂。独处是主动的选择，是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自在遨游，而孤单是被动的感受，是一种与世界失去连接的痛苦。但在这两者之间，其实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理解。当你明白孤单不是一种惩罚，而是生命给你的邀请函，邀请你回到内心，与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对话，一切就开始不同了。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孤岛，但孤岛之下，我们都连着同一片大海。在那些看似孤单的时刻，其实你正在经历着人类最古老也最神圣的体验。在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被掩盖的声音，只有在安静的时候才能被听见。其实孤单也是一种语言。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最美的诗歌、最动人的音乐、最深刻的艺术品，往往都诞生于孤单之中？因为孤单会说话，它用一种只有心灵能够理解的语言，告诉你那些平时被忽略的真相。孤单说：慢下来，你跑得太快了，忘记了自己是谁。孤单说：回来吧，这里有你遗失的那一部分自己。孤单说：你一直在寻找的答案，就在你的内心深处。同时，孤单是灵魂的乡愁，它也正在提醒你回家。当你开始聆听孤单的声音，不要急着逃离它。在当时，你可以用心感受到孤单的时刻，往往就是你感到最真实的时刻。有一种力量，只有在孤单中才能被唤醒。那是一种不依赖任何人、任何事物的内在力量。当你能够在空旷的房间里感到安全，
在寂静的夜晚里感到温暖，在没有人陪伴你的时候依然能够微笑。真正的勇敢不是不怕孤单，而是敢于在孤单中找到自己。这种力量让你明白了，你不是因为被爱而完整，你是因为完整而值得被爱。你不是因为被需要而有价值，你是因为存在本身就有价值。孤单教会了你一件最重要的事：如何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。当你学会了与自己相处，学会了解内在深处，找到慰藉，外在的孤单就不再是威胁，而是一种选择。当你体验过孤单，你会知道那一种被误解的痛苦，知道那种渴望连结却又怕受伤害的矛盾，知道那种在人群中依然感到孤独的无奈。因为懂得孤单，所以更懂得温暖的珍贵。这种理解让你变得更加温柔，对自己温柔，也对他人温柔。你不再批判那些看起来冷漠的人，因为你知道他们可能正在孤单中挣扎。你不再害怕表达关怀，因为你知道一个小小的善意对一个孤独的心灵来说有多么重要。如果你愿意停下来，真正的倾听孤单想要告诉你什么，你会发现它带来许多珍贵的礼物。在安静中，你的创造力，你的想象力自由奔驰。创意的种子在寂静中的土壤发芽。当外界的声音安静下来，内在的智慧开始说话。你能更清楚地听见自己的直觉。没有观众的时候，你可以卸下所有的面具，成为最真实的自己。孤单让你有机会探入生命的意义，思考那些在忙碌中被遗忘的重要问题。孤单是生命给你的独处时光，用来整理内心，重新认识自己。学会与孤单共处，就像学会与自己的影子共舞。你不需要消灭它，只需要接纳它，理解它，甚至感谢它。当孤单来敲门的时候，试着对他说：谢谢你来提醒我回到自己身边，谢谢你给我机会聆听内心的声音，谢谢你让我明白我可以成为自己最好的陪伴。孤单不是终点，而是通往内在丰盈的桥梁。最后，致每一个在孤单中前行的人，你不是被世界遗弃的孤儿，你是在寻找真实自己的勇者。你不是缺少爱的人，你是在学习如何爱自己的人。你不是失败的社交者，你是选择了一条较少人走的内在道路的探索者。在最深的孤单里，住着最真实的你。每一次你选择直面孤单，而不是逃避，就变得更加强大。每一次
你在寂静中找到平静，而不是焦躁，你就更加接近真实的自己。最终，孤单会告诉你一个秘密：你一直在寻找的家，不在任何地方，就在你的内心。那个家不需要钥匙，也不需要地址，只需要你愿意推开那扇门，对自己说：欢迎回家。孤单的终点不是找到另一个人，而是找到完整的自己。当你学会与自己相伴，当你在独处中找到了丰盈，当你不再恐惧孤单，而是感谢它的造访时，你会发现一个美妙的现象：真正的连结开始在你的生命中出现，不是因为你需要被填满，而是因为你有东西可以分享。只有先学会独自发光，才能照亮别人的世界。孤单原来不是病，而是回家的路。在那条路的尽头，你会遇见那个一直在等待你的人，那个最真实、最完整、最值得被爱的自己。今天的简单疗愈分享就到这里咯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订阅。我是 Luna，我们下次见。